你去，记住，别把他弄死了。这女帝的滋味，我还没尝过呢。完了，进入英灵战场，会给对战双方随机分配英灵攻击召唤，更是可以凭借对英灵生平事迹的了解程度来进行加轻。你们完了！看看我们的人抽到了什么！风尘小鸡。 花州居然又抽到了他，只可惜我们花州赫赫有名的大将，一手蛇术天下无双。你们国州树雕的石寒长追罪里，一般都是被他秒杀。昆州人现在跪下磕头还不算完。糟了，他们居然随机到这种大将，希望女帝运气好一点。若是随机的不错，也许还有一战之力。无双上将潘凤，这是从来没见过的英灵啊！这等称号，想必实力不菲，昆州有机会了。 不能选他，昆州会输的！臭小子，你在说什么？女帝，不能选啊！无双上将是个陷阱，选那个有魔神之称，是真正的无双之力。蠢货，你想害死陛下吗？有无双上将不选，选个三姓家奴，那一看就是个废物英灵。你小子当初靠着女帝的面子，破格让你进历史院打杂，不知恩图报。 现在居然还想害女帝，你还是人吗？你们不懂，真正的历史上，那潘峰就是个废物，这样下去女帝会输的。与其被羞辱，不如放弃。你放屁！好不容易随机到了这么好的英灵，现在放弃，下一场谁上？你吗？没错，英灵的称号一定是曾经真实出现的。这潘凤既然叫无双上将，那肯定是有实力的。你现在居然想让陛下放弃，你究竟是何居？你们后世不孝子孙李凤仪，请无双上将潘凤出战，为我昆州驱除蛮夷。 怎么，阴谋没有得逞，不开心了？就这？为什么？那可是无双上将潘凤啊！这就是你们昆州的无双上将。我说过，昆州就是蛮夷之地，毫无历史底蕴。他们能有什么硬领？你们的先辈和你们一样，都是一群废物。你输了。怎么可能？我昆州的英灵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跪下投降，饶你一命。我们还没输，还嘴硬呢！你昆州无双上将都不是我们一合之敌，你们还有谁能应战？投降臣服于我等，或者和你的子民们一起死。我昆州子民，可还有人敢应战？现在不投降，之后输了，那就是一个字：死。好好想想，必败之举有必要吗？无双上将已经是昆州现在抽到最厉害的英灵，连他都是，我们上去不是白白送死吗？是我们不是怕死，只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我昆州愿意投。什么人？昆州子民陈一愿出战，请花州选手赴死。陈一，你疯了？怎么可以认输？这是必败之局，你不出头，没人会怪你的。地无南北，人无老幼，我昆州人人都有守土卫国之责。如今昆州危在旦夕，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哪怕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若我昆州人人如此，这等蛮夷小贼安敢如此嚣张？哼，行了吧？这英灵战场要是能靠嘴赢，你们昆州倒是还有机会。昆州陈一请战，请女帝准允。准。昆州选择切换选手。陛下，没事吧？一定要赢啊！小子，很快你会后悔的。记住，杀你的人是花州宫本。多说无益，手下见真章吧。昆州选手更换，英灵已更新。完了，两个平平无奇的士兵，还有一个叫关内侯的老头，这一看就是文将啊，怎么赢啊？国王近来这士兵中也不是没有实力强劲的人才，保佑他吧。你的英灵射箭很厉害，小子，别拖延时间了，今之必死还敢出头，我还有点佩服你。放心，我会给你个痛快的。这两个士兵，你会选择哪个呢？昆州不孝子孙，请关内侯黄州黄老先生现身。完了完了，他居然选了一个老头。
你疯了！你选个老头，那无双上将都被这风尘小伎一剑秒杀，你选个老头有什么用？糊涂啊！哈哈哈哈哈！我看他是有自知之明，想死个痛快。请黄老将军出手，救救昆州。老喽，折腾不动喽。完了！行了，我给过你机会了，让你看到你们的英灵系什么废物。现在你也算死个明白了。风尘大人，还请您出手了。昆州都是废物。怎么可能？刚才那股气势，竟让我连瞄准他敌勇气都没有。风尘大人，怎么了？快把那老头杀了啊！闭嘴！你落地失水！你刚才说什么？昆州都是废物。我等沉睡不过100年，昆州怎会沦落至此？后辈无能，昆州历史断层，无法唤醒先辈英灵，还请先生拯救昆州。若是如此，我这一身本领也是百不存一。若是寻不回我等的生平历史，老朽怕是有力无心呐。将军气概与天参，白发犹然，困汉。你知道我的故事？老将说黄忠收川立大功，他在说什么？他好像说的是这老头的生平。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知道？老将出马，快诛死他！快诛死他！胆气经河北，威名震蜀中。这是何等的威仪！我从未见过如此气势的英灵。也许他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奇迹。内还冷着干什么？就算他又再打得为实，不过91个老头而已，快杀了他！没错，风城大人，他91个老头而已，不要被他吓住了。没错，他91个老头，91个老头。马萨卡，卡！风城大人，梅勒赢了，赢了！陛下，我们赢了！蛮夷之地，从我昆州偷走一些雕虫小技也敢挑衅？多谢将军。这是我在英灵战场第一次全顺苏醒，暂时只能为昆州出手一次，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多谢黄将军，放心，接下来晚辈会替昆州将他们抢走的东西一点一点拿回来。好，哈哈哈哈！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这是怎么回事？那老将军怎么消失了？糟了！长老，这是怎么了？我曾听说英灵战场第一次拥有全部历史以全胜之态出战的英灵只能持续1回合，没想到是真的。什么？那现在怎么办？只能祈祷陈一，他下一回合还能再随机到不错的英灵了。什么？这不是在针对我们昆州吗？那陈一能知道一位英灵的历史，已经是奇迹。接下来可怎么办啊？哈哈哈哈哈！天要望你昆州啊！宫本，速战速决，不要再出现变数了。小子，刚才酸你云起号，现在应解决网吧！攻陷底流天魔王，先审！糟了，是英灵信物。什么是英灵信物？凭借英灵信物，可以直接召唤对应英灵。最重要的是，只要极强的英灵才会拥有信物。那他岂不是比风尘小鸡还强？风尘小鸡在拥有信物的英灵面前，和蝼蚁无异啊！是要彻底置我昆州于死地啊！哈哈哈哈！让你们看什么叫敌云，这就是我们画出的最强英灵，画出底流天魔王，新场达人，昆州死。陈一，认输吧，你已经赢了一场，尽力了，认输吧，没人会怪你的。我说过，他们抢昆州的，我都要让他们加倍奉还。放心吧，昆州选手陈一，申请重新随机。
天助我也！这第3场比斗，我赢定了。这3幅画卷我一个都不认识，他怎么又赢定了？浪里白桃张顺，古上祖石青，还有一个败走麦城关羽。前2人听上去倒是不凡，就看陈毅会选哪个。这轮我选择败走麦城关羽。胡闹！这陈毅放着另外2个不选，怎么就选了个邋遢中年人？你看着这头发披丝、胡子又长又脏的红脸公，分明就是一败兵之将。我就不信倪坤周还能与沃化州提路天魔王匹敌的英灵。请关将军现身。人都叫不出来，不会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连面都不敢搂的英灵，倪坤族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兵败麦城，怪不得有这个称号，原来收个手中。请关将军现身。怎么会呢？后生，世人皆知云长当年有负大哥，败走麦城，丢了荆襄，实在无脸面再为昆州出力，罢了吧。跑了？此等败兵之将，要来也是无用。陈毅，他若不愿，再选一个便是。不孝子孙陈一，请前将军汉寿亭侯武圣关羽关云长现身，为我昆州驱除鞑虏。这世间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等废人！过5关斩6将，千里走单骑，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青龙刀，赤兔马，威震昆州。若将军是废人，这世间再无英雄。异象，居然是异象！这只有顶级英灵才会拥有的异象。难道那红脸公是顶级英灵？实无英雄，方让庶子逞凶，请将军出手。好，说得好！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记得我。也罢，就让关某为这天下再战一次。青龙刀何在？弹丸之地也配称王？今日便用数儿祭刀。这就是你们花国所谓的第6天魔王，就这副模样，怪不得藏头露尾。想不到花国的传奇英灵，居然是个小矮子。小子，口出狂言！我要亲手杀了你，用你的心脏下酒！要动我昆州子民，当某家不存在吗？某家刀下不斩老幼病残，如今家国大义在前，不得不破了规矩。今日我便让你3招，3招过后你自裁吧，免得污了某家的青龙刀，不知死活。等下我看你跪在我脚下的时候，还能不能这么硬气的说话？青草大人威武！就这戴个绿帽子的模样，一看就是徒有虚名。没错，刚才那个无双上将，不也是被我花州英灵一击毙命？昆州人就是喜欢虚张声势。别走！家说让你3招就让你3招。这信长小田好歹也是花州的王牌英灵，这陈毅招出的英灵会不会太扩大了？是啊，我看别的地方顶尖英灵实力都相差无几，这让3招可是天大的劣势。那你可不要后悔！昆州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花州的武士不是你能侮辱的。杀！这是信长的招牌帅杀术，我昆州之前无数英灵就是死在这招之下。陈毅，小心啊！关将军当心！1招，挡下了！好，不愧是武圣。小心！哎呀，完了！大意了！虚伪的昆州人还敢让信长大人3招，真是找死！大人万岁！你这一刀连华雄都不如，你们花州人的功夫怎得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你说什么？2招了！昆州人，是你逼我的。是天魔6斩，信长大人的绝技，这红脸公死定了！受死吧！哈哈哈哈哈！红脸公，受死吧！信长大人的天魔6斩之下，还没有战人能活下来。将军，小心啊！出手啊！别再让他了！啊！愚蠢的昆州人，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死！绝技呀！为什么不打断他呀？快打断他呀！我看塔西知道几比4无疑，防其地克勒。没错，你昆州就是这么不堪一击。某家错了，
你连让我出刀的资格都没有。昆州英灵，你欺人太甚！我要当着世人的面把你凌迟处刑。天魔六斩第一斩，无法无天。完了。为什么你能看到我？哼，我说过，你连那华雄都不如。不过偷学了些张角的太平道法就沾沾自喜，那张角都被我等兄弟剿灭，尔等安敢班门弄斧？武圣威武，昆州威武！武圣威武，昆州威武！小贝，趁着这会儿，你给某家说说，某失了荆州之后，大哥他们怎么样了？自将军走后，这蜀国……长老，你说他们在讲什么？我也不知啊。这陈毅今天可真是运气好啊，连招出2员大将。若他能一直好运下去，我昆州今日也许有救啊！运气，真的是运气吗？好你个马孟起！当日某便说你不配与某同为五虎上将，可惜某家中了那吕蒙的奸计，不然大哥的大业怎会失败呀？五虎上将。难道像这位关羽这么厉害的英灵还有4个？怎么样，还要继续吗？不是第一次完整出现的英灵只能出战1场吗？为什么你还在？哼，就凭刚才那废物也配某家的完整状态？你认输吧，我不取你性命。好，谢谢，我认。认输？我花州的战士输了比赛，给花州丢脸，那就只有以死谢罪。佐藤军、福田军，接下来交给你们了。尤其是这个昆州人，此人有问题，不能留他。遵命，这一战就由我上场吧。本多必胜大人的战刀已经很久没有染血了。又是一个顶级英灵，出来吧，花州第一强将本多必胜大人。骑将，关将军，你能对付吗？是有些麻烦。此乃我花州重宝10大神器之雷切，请将军使用，剿灭贼人。作弊！你们分明是在作弊！英灵战场怎么能借助外力？哼，昆州人冷静点呐！你们也可以请神器助力的，但是你们有吗？你们欺人太甚！陈毅认输吧，以你的年龄，以后会有更大的作为，没必要在这里搭上性命。诸位，今天我认输了，那下一次呢？难道每一次只要赢面不大就认输吗？连输13场，连女帝都被逼下场，你们问我怕死吗？我当然怕，但是我更怕昆州的脊梁被打断。今天无论生死，就用我陈毅这3尺身躯点燃我昆州百姓的热血。再说，谁说我会输？你们可知道这本多必胜的配号，花州张飞是何意？看来我忘记告诉你们了，这张飞可正是关羽的3弟。昆州选手，我提醒你一句，在英灵战场攀亲戚可是没有用的。攀亲戚？看样子你们还不知道吧？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件事。什么事？难道你现在想认输了？完了！不，我想说的是，你们花州的英灵大部分可都是以模仿我昆州的英雄为荣，你明白吗？今天就让你看看正主的实力。本多必胜大人可是骑将，你这关羽作为部将可是天生被克制，何况他手里还有我花州神器雷刺，你们昆州才是真的输定了。请武圣大人灭敌。插标卖首之辈，某家去就回。区部将怎追得上我这骑将？关将军，你没事吧？无碍。哎呀，这部将先天被骑将克制，怎么会是对手嘛？这陈毅太自大了，现在好了，怕是小命也不保了。年轻人铸就还是沉不住气，完了，我昆州完了！这好不容易找出的关羽，不会就这么被斩于马下了吧？谁说我就是部将了？什么意思？赤兔何在？这才是武圣关羽的全胜之姿。准备领死了吗？急流电光斩！昆州人，搜死
吧！这是本多大人的成名绝技，曾经武术浩劫斗云落这一刀之下。是他，居然是他！3年前，父亲就是死在这一刀之下。姐，想不到居然还有昆州人嫉妒。这就是用你们那帝王的骨头做成的。你应该骄傲的。我只要遇见不错的对手，我都会用他身上的东西做成我的玩物。昆州的英灵，你的胡子不错，到时候我就用你的胡子来做张渔网，闲来无事拿去打鱼。哈哈哈哈哈！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就去死吧！来吧，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不堪一击！不可能！为什么我和本多必胜大人的练习短了不会输的？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只要再赢一场，昆州就守住了。将军，您这是……按照规则，这关羽不是应该消失了吗？他这是要强行再出手。可是昆州尚未给他立下武庙，他若是强行出手，恐怕将永远寂灭啊！永远寂灭什么意思？就是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彻底毁灭。将军，你无碍。那花州选手比之颜良文丑还不如，谋斩他们比吃饭喝水还简单，无碍事。不，晚辈不敢赌，也赌不起。将军放心，您休息，晚辈会守住昆州。我要求刷新英灵库。孩子，你有心了。孩子，某家有些武道感悟，一同赐予你吧，好好守住昆州。现在，比赛继续。认输，还是再来？那红脸功消失了，我就不信你还有那么强的英灵用。再来，我还没有输，我还没有输。昆州人，你们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你们花州这群废物给了昆州这么多机会，我有些看不下去了。麦白，你们昆州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们弱就算了，还要耽误我的时间。去昆州，我马上解决掉他们。申请抽卡。昆州人看来是天要亡你啊！出现吧，战神阿瑞斯！战神？他居然召唤了战神，怎么可能？神话体系00只有100万分之一的概率可以召唤，他居然召出来了！完了呀！这场赢不了，我们昆州就完了呀！今后便只有彻底成为他们的附庸了呀！昆州人，我看你这下怎么办？希望能有奇迹吧。申请抽卡。这是完了，彻底完了！我昆州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要针对我们！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没一个看上去正经的。说不定还有奇迹。刚才那关羽不也是看上去不太正经吗？唉，希望吧。怎么，小子，不知道选什么了？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运气能一直那么好，还能招出刚才那红脸公那样的强者吧？就算你招出来了又怎么样？凡人终究是凡人，哪里是神的对手？是啊，就算那3人中有人和关羽一样实力很强，那也都只是凡人啊，怎么是神的对手？就差一场啊，就一场，我昆州的结局真的无法逆转了。陈一，认输吧，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他怕不识风乐，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神吗？如果他死了，你们会不会很心疼？能杀得了阿瑞斯大人，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是吗？希望你待会儿还能笑得出来。出来吧，吕布。出来吧，吕布。昆州人，别挣扎了，不管你召唤出什么来，今天都是要死的。就这就是你昆州最后派出的英灵？怕是刚才的英灵顺便出来一人，都可以轻松杀了他。你还想靠他翻盘？请奉献大人出手。出手？出什么手？
我就是个罪人，三姓家奴啊！世人对我只有谩骂，我又有什么出手的必要？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三姓家奴一看为昆州出力，怕是比登天还难。况且看他这副模样，就算出力也只是螳臂当车。行了，昆州人，马上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强大。阿瑞斯大人，出手吧！完了，这下投降也来不及了。垃圾！完了，现在还断了一只手，昆州完了，完了！你居然能躲开我的攻击，仅仅只断了一只手，你是个不错的对手，可惜还是不够强，连武器都没有，你注定活不过下个回合。将军，你没事吧？断了也好，这被人称为三姓家奴的废物也不配再拿起武器。不是的，将军，您一人独占三营，与北周一人大破蛮夷，统领铁骑杀了整个东汉，闻风丧胆，怎么会是废物？想不到现在还有人能知道我，那又怎最后还不落个惨死，得了个三姓家奴背信弃义的名头？我不认为将军背信弃义，您看似三姓家奴，实则脱不了一个忠字。英灵战场是你们说废话的地方，大人，杀了他！好，老子说话轮得到你这毛神捣乱？这我不是在做梦吧？他能一句喝停阿瑞斯？怎么可能？小子，你继续说。小子，你继续说。你说我忠，那我问你，我忠谁了？将军，您所忠的乃是汉室。董卓乃东汉第一个想称帝之人，袁术更是想要推翻汉室。丁原攻打国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只有您为了汉室，与所有这些人为敌。对汉室而言，您乃忠义无双。是啊，世人皆知我三姓家奴，却不知我一心只想守护汉室。想不到1000年后，居然还有人理解我，也值得我出手一次。小子，再问一句，你对我有何评价？佼佼吕公，领千载之英风，立辕门而耀武，百夫之特。哈哈哈，小子，今天我不为别人，就为你，杀出一个未来，来战！你以为我是谁？我是高高在上的神，你一介凡人，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方天画戟何在？神，哪怕是神，今天我也杀给你看！大人，上啊！他就是一个凡人，直接杀了他！闭嘴！小子，你想弑神？那是自然。部首中的方天画戟饮过无数血，却一直感到有缺。如今遇到你，终于知道差了什么。差什么？尔等毛神，狂妄不知好歹，区区凡人还想弑神？手都没了一只，还想弑神？找死！好，今日我就拿你立威，让你们知道神的威严不容侵犯。凡人是不可能战胜神明的。啊！阿瑞斯大人威武！这就是神的威压吗？好难受。我有一戟，岂可杀神？可恶！可恶！我要杀了你！我要杀！现在扯平了。怎么可能？你就是一个凡人，怎么能伤到我？不愧是鬼神之力，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来战！你是我见过最强的凡人，放心，我会用最强的力量杀了你，以表对你的尊敬。昆州，你们输了，乖乖把女帝叫出来吧。你确定你们赢了？不可能，不可能，神怎么可能会输？赢了，赢了！他做到了，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不，他就是神。将军，辛苦了。部这一生做过太多错事，今日难得一知己，给部机会为昆州一战。将军，您什么意思？我怎敢不拼死而为？将军，您……此乃部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输了，我居然输了！比赛结束了，赶紧把陈毅带回来，好好保护。陈毅，你守住了昆州。可是，吕将军他……你放心，英灵死亡之后，
只需要一些时日，自可恢复。真的？昆州人，不要得意的太早。你们不过侥幸赢下3局，免去了英灵战场的惩罚而已。等下次，我们一定会让你们昆州彻底变成我们的依附。不用等下次，就明天吧。什么？我陈一代表昆州于明日挑战花昆蛮3州英灵战场，一决胜负。什么？陈一是疯了吗？靠运气赢了3场还不知足，现在居然反过来挑战他们。就凭你一个人，也想挑战我们花昆蛮3州，可笑至极！我说过，你们从昆州夺走的东西，我要统统拿回来。明日我必将全力以赴，让你们见识到我昆州英灵的力量。小子，你糊涂啊！今天他们出战的可不是他们的底牌，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不成？对呀，陛下，你快劝劝他呀！我相信陈一，他敢说这种话，定然是有自己的考虑。我支持陈一，尔等3州可敢应战？既然你这么着急归附于我们3州岂会错过？明日我们在英灵战场上恭候大驾。好，明日我们一决高下。你们下去吧。陛下，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现在是昆州的恩人，私下里不用这么客气。那，凤仪，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陈一，你究竟是什么人？您这是什么意思？今日你连召3名英灵，个个身手不凡，这不是巧合吧？你有如此本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得，你定是比我昆州所有人都更要了解昆州历史。是。那你为何最后才出手？你可知我昆州之前在英灵战场死掉了多少好将士、好子民？你说为什么？陛下，原因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对昆州赤胆忠心。对不起，是我激动了。明日之战，你有几成把握？万无一失。你可知明日若是输了，不仅你会死，我们整个昆州，包括我，也会为你买单。今日你既然已经赢得3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宣战？昆州19州被他们利用英灵战场入侵瓜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吐出来了。这是我昆州时代留下的宝物，希望明天的战场上，它能助你一臂之力。那我就先退下了。我以前发过誓，若是有人能救昆州于危难，我愿一生相许。陛下，您的意思是？我对你还挺有好感的，明天加油。好。陈毅，这次英灵战场和上次不一样，不要大意啊！没错，上次他们挑战我们昆州，已经赢下12轮，和你对战那3局，哪怕输了，他们也无关痛痒。而这次你挑战他们，他们为了避免损失，一定会拿出所有实力，你要当心啊！两位放心，重铸昆州荣光，我辈义不容辞。开始吧。慢！你又想怎么样？指向卡，他们居然舍得用这种东西！什么指向卡呀？可以将这次英灵战场的3选1随机召唤变为指向召唤，这不是好事吗？那我们不是可以把之前的关羽、吕布全部召唤出来？不行，才过了1晚上，英灵恢复没有那么快。昨天让你们瞎猫碰见死耗子，运气好，侥幸赢了3把。今天我们刻意准备了指向卡，只能召唤能说出历史的英灵。我倒要看看历史断层数千年的昆州拿什么赢拥有完整历史传承的我们！你们无耻，就会是这些下三滥手段！昆州的废物，我就问你们敢不敢应战？昨天不是很嚣张吗？今天一看需要历史就萎了。陈毅，不要中他的激将法，我们拒绝了便是。作为挑战方，我们是可以取消对决的。没错，陈毅，我昆州历史断层数千年，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不如待我们寻回历史传承之后，再来出这口恶气。中原之外，皆为蛮夷，凭你们也敢嘲笑我昆州的历史？放肆！你哪来的胆子说这种话？猜我们是蛮夷？怎么，你昆州连蛮夷的挑战都不敢接吗？陈一，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有奇遇知道了不少昆州历史，但是哪比得过他们呢？他们可是拥有完整的历史传承啊！是啊，不如暂避锋芒，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若再不应战，就算研究出成果，那也没有机会了。很快，昆州历史终于可以重现人间了。晚了，
女帝已被锁在金阙台，你昆州今日彻底成为我等的附庸。昆州，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在义墟退让的，这一战我接了。不妥，这可是指向性召唤。这小子真以为自己历史底蕴比得比上其他3州不成？罪人呐，陈毅，你就是夔州的罪人！来，战！小子，昨天是你运气好，今天我看你怎么办。现在认输已经晚了。不过你要是现在跪在地上，高喊3声昆州是垃圾，磕3个响头，我们还能考虑饶你一条命。你这黄毛小子不知死活，拜拜！让这群无知的昆州人好好看看何为历史底蕴。那是自然，伟大的12主神啊，掌管智慧与公正的女神，您的前行者在此祈求您的降临。难道又是一尊神谕？昆州没有历史的你们是理解不了我们英灵的伟大之处的。降临吧，女神雅典娜！雅典娜，机会来了！家老，什么意思？雅典娜是他们少有的善神，哪怕陈一输了这一场，他也不会对陈一出手。陈一后面还有机会翻盘，说不定陈一能赢呢。那可是他们的3大主神之一的雅典娜，阿瑞斯都是他的徒弟，怎么赢？拿什么赢？相信陈一吧。少年，你的英灵呢？我在思索，我派出哪位昆州英灵才能战胜？我已厌倦争斗，若是可以，不妨来一场智斗。智斗吗？好，智斗。你可知女神本就是智慧的化身，你想与她智斗取胜，怕不是比登天还难。你可知卧龙先生？这卧龙先生又是何人？我也不知啊。这听名字倒是不凡，可真有凡人脑子比得上智慧之神吗？不会吧？难道是那位？不可能，他昆州历史尽失，怎么可能会知道那位的存在？卧龙先生，凤翱翔于千仞兮，飞无不期。草船上挥手来万箭，千军万马渡江，火烧10万大将。后代子孙，请诸葛先生现身。这人看上去果真是不凡啊！是啊，刚才听他的那些事迹，我都已经热血沸腾了。想不到我昆州历史上居然还有此等人物，长得倒是人模人样，希望有阴阳拉头枪，中看不中用。少年，你既已召唤完成，那我们这就开始。诸葛先生，一切就拜托您了。量虽不才，但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你为智将，我也不欺负你。你以阵法之术挡我赤手空拳3招，你若不败，便算我输。女神，且来吧。你为何还没有动作？怎么还不动？这卧龙先生怎么还没有动作啊？那雅典娜要是攻过来，他哪还来得及啊？别急，或许是这卧龙先生在等待时机。卧龙先生可别成了乌龙先生。在这种关键时刻，就不要抱怨什么了，相信陈一吧。机会已经给你了，你若还是没有动作，我可就攻过来了。姑娘，来吧。这卧龙先生是不是太过于托大了？那可是主神级别的人物啊！我看压根是你们的人根本对付不了我们的英灵，在哪儿故意拖时间罢了。那就失礼了。所谓阵法，无非就是5行8卦之变化，姑娘可不要迷失其中。昆州死吧！这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打空？虚也幻也，这八阵图够得姑娘好生迫切啊！这是诸葛丞相的绝技八阵图。八阵图那是什么东西？八阵图乃卧龙先生所创，利用太极八卦相生相克，似真似幻。在1000年前，更是以500人成阵，困住上万敌军。怎么可能？天方夜谭！500人怎么能困住上万人？你们昆州人都是这么吹牛的吗？我昆州1000年的智慧结晶，其实你可以想象的。曾经的昆州，外神难入，相传乃天人之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过滤过滤。在你这八阵图中，我的感知被完全混淆，我这拳脚伤不到你。那这一局可否算亮赢了？雅典娜大人，不可以认输啊！先生，以凡人之躯机智近妖，可与天斗，您真的很强。但是，凡人终究还是凡人。走，完了！这雅典娜使用了神力，这凡人的大阵怎么抵挡得住啊？麦白，让你们的主神杀了他！快！还有最后一招，你拿什么接？
刚才你用你的八阵图困我，我也让你试试我的诸神结界。1分钟能破开我这结界，算你挡下了我3招。麦白，你的英灵怎么回事？明明可以直接杀了他们，现在还在放水。你和昆州人莫非是一伙的不成？闭嘴！愚蠢的东西！我们的女神岂容你质疑？雅典娜女神的诸神大阵，可是从来没有被破解过。每个中阵的人，最后都只有老老实实认输。小子，放弃吧，这一轮你输了。他们居然第1轮就派出了主神应战，实在是没办法呀。诸神结界嘛，倒是有些意思。先生，你有办法吗？小友，放心，此阵确实非比寻常啊。哈哈哈哈！你在做什么？走路？你以为这阵是你能走出去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是天罡七星步。天罡七星步，那是什么？每一步对应漫天星碎，暗含天干地理，号称7步踏出，可破世间一切阵法。不可能！区凡人也敢说可破所有阵法？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神所布下的阵，区凡人怎可破解？我夔州上下5000年，与人斗，与地斗，与天斗。若天道不公，我夔州以凡人之躯陷了这天又如何？好，我夔州子民本应如此。卧龙先生，我相信你们。对，我相信你们。这怎么可能？姑娘，你这阵，亮今日破之。4步！天地异象有机会，有机会啊！5步！不可能！诸神的威严不容侵犯。6步！阵眼已被我找到，又何必苦苦坚持呢？这是天罡七星步，最后一步了。7步！破了！真的破了！你输了。没错，我输了。曾经我还活着的时候，赌神告诉我，昆州境内外神尽行，我还不知为何。今天我算是知道了，敢与天斗的一群人，何其可怕！赢了！赢了！我们赢下第1局了！垃圾！废物！你们昆州人都是什么垃圾？还好意思被称为诸神后裔，连个昆州人都拿不下！福田，上！让这群昆州废物看看我们华州的实力！是。垃圾。放心，小子，遇上我，你会死得很痛快的。请花州妖王白面金毛九尾狐玉宝前。呀，怎么又把奴家叫醒了？奴家可还没睡够呢。呀，好俊的小伙，你就是我今天的口粮吗？陈一，陈一，当心，那是花州妖王九尾狐玉凿前，一身媚术天下无双。你要当心，别中了他的道。好美，好美，好美！福田，大人，那边是我们自己人，能不能收收您那该死的魅力？好吧，小帅哥，快把你的英灵召唤出来吧，奴家已经等不及了。糟了，这九尾狐的媚术若是沉迷过久，之后怕是神智也会受损。陈一，快想想办法！好美，好美！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办法，人家是媚骨天生嘛，天生就能勾引出你们这些男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是吧，我的小狗？旺旺，是的，我的主人，快杀了他！看样子你对你们女帝有些别的想法呢。放心，等你们输了，我会帮你好好调教他的。到时候啊，就让他去伺候那些迷恋我的男人。你就凭你也敢称媚术无双？现在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媚！请昆州神狐现身！我昆州也有狐狸所化的英灵。
州的狐狸精也就那样了。苏妲己魅惑众生，倾国也倾城。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比我还美？死，给我死！哪来的野狐狸也敢放肆？你找死！涂山、青丘、有苏、纯狐，你是从哪一家跑出去的？到了蛮夷之地，居然沾染一身邪气，变成如今这妖不妖、鬼不鬼的模样。不要你管！我在花州舒服得很。那我就替你家长长辈，好好管教一下你。陈一，不许看！陈一，不许看！行了，想看就看吧。谁说我想看了？看你样子，你不是苏妲己的对手，乖乖投降吧。是啊，我不是他的对手，姐姐，奴家不是你的对手，我这就认输才怪。杀生石，你卑鄙！杀生石乃九尾大人的本命法宝，被击中的人会中剧毒而死。你们昆州输了，九尾狐大人，快杀了他！快杀了他！妲己大人，奴家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不想杀他了。好哥哥，你看那个狐狸精把人家伤得好重，你帮我把他杀了，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赢了便动手便是。不嘛，人家听说，要是由召唤者杀了婴灵，那个婴灵就永远消失了，所以人家想要你亲自动手呢。只要你动手，奴家就随小哥哥你处置了。不可能，你痴心妄想！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陈一是怎么了？糟了，是那花州九尾狐的勾魂术。什么？勾魂术？家老，你知道？我只是听说过，听说中了勾魂术，要是沉迷在幻境中，整个人便会被施法者操控。那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现在只能靠陈一他自己挺过去。哈哈哈哈！玉宝钱大人的勾魂术，没有男人可以顶住。你们还是想想，没了陈一，你们昆州之后怎么办吧！哈哈哈！陛下，我们需不需要提前做准备？我相信陈一。陈一，你可千万不要辜负陛下呀！我怎么会在这儿？陈一，陛下，您怎么在这里？正要你与我一同诞下子嗣。陛下，陛下，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说过，私下里不用对我这么客气吗？若凤仪，真听话。我就这么不堪，你都不愿看我一眼？陛下，叫我什么？若凤仪。若凤仪，你穿这么少不怕着凉吗？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要与你生下子嗣吗？怎么，生孩子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吗？别磨磨唧唧了，你敢说你对我没有意思？今天我就成全你。不行，昆州现在还危在旦夕，我们不能这样。昆州又如何？其他人的死活与你有何干？凭你现在的本事，我俩何愁不能逍遥快活？至于那昆州，就随他自生自灭吧。陈毅，你做什么？你不是女帝，你到底是谁？陈毅，你疯了吗？我不是女帝还能是谁？不，你不是她。陛下心怀天下，绝不会说出弃昆州不顾的话。你不喜欢我吗？你难道不想和心爱的女人在此地做一对神仙淑侣吗？这一切都是假的。况且我喜欢的是那个一心为昆州的女帝，而不是你这个假货。真羡慕我的真身。什么意思？你要做什么？回去吧，他的昆州需要你帮他守护。怎么可能？
你居然破了我的勾魂术！怎么可能？他破掉了玉藻前大人的勾魂术，他还是不是男人？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人能抵挡玉藻前大人的迷惑。小哥哥，你真的很有趣。说真的，若不是这里必须分个胜负的话，我还真不想杀你。不过既然你醒了，那就请你去死吧！完了，陈毅怎么可能是那大妖的对手？完了，苏殿下！没用的，他确实比我强，但是中了我的杀生石，没有一刻钟是绝对没办法行动的。死吧！这是什么？这股气息是大王。地心印，最后代人皇。我看他还能救你几次！冥顽不灵。你怎么会比我强这么多？我乃女娲娘娘亲封的九尾天狐，你凭什么与我比？差一点，就差一点。多谢殿下救我。无妨，你在这英灵战场照出我，我却轻敌被暗算，应该是我该给你道歉。什么？小贝，你很不错，好好珍惜他。这个男人很不错，至少比我家大王强得多。又赢了，又赢了！陈毅，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陈毅这小子，昆州有他，我们这些老一辈有福了。还不滚上来！你们还有人吗？不然，让满洲那些家伙……不行，还不到时候。除非迫不得已，否则那些家伙出手，后果我们也承受不起。那边这群蛮族不会不知道上谁了吧？要不你们现在认输吧？哼，没错，我看你们也不是很厉害嘛。大妖也上了，主神也上了，也不行啊。妈的，我忍不了了！昆州这种垃圾居然这么猖狂，你们不敢上，我来！出来吧，雷神！哇！主尔大人，请替我们出去！想不到他居然能召唤雷神！你们主神都败了，召唤了这雷神又如何？雷神主管雷电，拥有最强的攻击力、最快的速度，试问谁是对手？昆州人，你们完了！现在乖乖，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可是召唤了雷神，你们就不怕吗？雷神啊，哦，知道了。每次召个东西都吹得天花乱坠，最后还不是被陈毅赢了？能不能少吹点牛？你们给我杀了他！我要他死！来呀，我看看你还能招个什么东西能对抗雷电。说一段神话，话说那么一家，这家夫妻俩生了个乖娃娃。这陈毅怎么唱起歌来了？我也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连赢2把有些太得意了？带着那风火轮，乾坤圈手中拿。喂，傻大个，小爷的乾坤圈威力怎么样？小孩儿，陈毅怎么整了个小朋友出来？他可不是什么小朋友，他可是正儿八经的神仙，仅用了一脚就将那雷神击退。这个小朋友不简单啊！多谢你召唤了我。你谢我做什么？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人打过架了啊！那些天兵天将还有神仙们都不和我打，为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莲花身，我打了又不会受伤，还没有痛觉，他们就不和我打了。憋了上千年的混世大魔王，这下可有你好受的了。傻大个，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挨打？哪儿来的青瓜蛋子？找死！就这，你没吃饭啊？你完了！雷霆万钧，在雷电下灰飞天灭吧！喂，你不会不知道莲藕不导电吧？大个子，你不会不知道莲藕是不导电的吧？无趣，太无趣了！这等实力也配叫神？喂，你们已经输了3场了，要换人吗？不行的话就继续。昆这么突然之间出现了如此多的英灵，甚至很多我们之前见都没有见过。是啊，
英灵之战开启近100年，哪怕是随机抽选，我们应该也有这些昆州英灵的信息。但是这2日所见到的英灵，我们从未见过，就好像是他们昨天才冒出来的一样。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昨日100年已过，昆州阴魂诸神重回人间。三太子，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昆州历史消失不是偶然，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三太子，什么叫你们自己的选择？想知道答案，你可以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针对昆州。刚才哪吒说的什么意思？你们针对我们昆州另有目的？低贱的昆州人，你凭什么质问我们？你们不过才赢下3局而已。这次英灵战场一共5局，现在我们已经拿下3。根据规则，只要我们能再赢下2局，你们就得吐出在昆州掠夺的所有东西，然后统统滚出昆州。归30，我们不能再输了。吐东西事小，我们不能被赶出吞州啊！归30，速派人应战。满洲的使者，轮到你们出手了。真的要他们出手吗？他们出手，哪怕我们赢了，这座城市怕是全毁了就毁了。我们不能被赶出昆州，毁掉这座城市，好歹还有昆州其他的城市。3个人，他们怎么能上3个人？英灵战场没有发出警告，说明他们是合规的。但是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你们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3人要召唤的是一只英灵，只不过因为太过强大，所以需要3人召唤。昆州人，这是你们自找的。你们到底要召唤什么？我怎么会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龟30，你究竟想做什么？快停下来！停下来！晚了，要怪就怪你太奇怪了。除了他蛮族黑巫师，我找不到可以稳赢你的人了。蛮族黑巫师，完了，出事了，出大事了！长老，怎么了？你知道什么吗？陈一，快想办法阻止他们的召唤仪式！现在想到阻止？完了！召唤仪式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能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你这小子足以自傲了。长老，这蛮族黑巫师怎么了？居然让你害怕成这样？蛮族的黑巫师，我听过他们的传说，他们召唤的不是英灵，召唤的是恶魔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不就是恶魔吗？放心，连他们的神都不是我们昆州的对手，恶魔又怎么样？不是的，不一样，那不是普通的恶魔，他们召唤的是毁灭世界的恶魔怪兽。长老，毁灭世界的恶魔是什么意思？利瓦特、贝西摩斯和席兹这3头怪物将会完成奉献给圣洁者的祭术，他们的职责就是毁灭掉世界上的所有生灵，其中利瓦坦就是传说中的巨大海怪。与我昆州的鲲类似，甚至拥有了翱翔云海的能力。贝西摩斯则是陆地上最大的生物，一天能吞噬1000座山峰，也被有的地方称之为比蒙巨兽。而席兹则是区别于陆地之王和海上之王以外的天空之王，是一种巨型鸟类。它的身体和从地面到天堂的高度一样，展开双翅，可以遮蔽太阳。而传说黑巫师集结3人之力，便可在这3种怪物之中随机召唤一只。什么？陛下，我们现在马上安排昆州市民避难，也许还有救。要是晚了，我昆州州民死伤无数啊！七宗罪之极度恶魔，迷途的羔羊，祈求您的降临，出现吧，利维塔！好大！完了！哈哈哈哈！昆州人，你们拿什么赢？现在利维坦降临了，他一旦出手，毁灭的就是一座城市。龟30，你们为了赢，居然不惜毁灭掉一座城市，那你们赢了又有什么意义？你懂什么？我们有绝不能输的理由。我说过，哪怕毁了你们一座城市，你们昆州还有别的让我们待着。只要能留在昆州，我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留在大夏？陛下，快下令啊，让国民撤出城市啊！不对，还有别的办法。陈毅，你快认输，只要你认输，双方英灵便会消失。可是现在认输，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我昆州又会陷入被他们打压的境地。陛下，不要糊涂了，这利维腾没有人可以抵抗。现在认输，我们这座城市还能留下来。要是继续负隅抵抗，我们不仅会输，连城市也会被毁啊！陈一，你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
李维通可是毁灭世界的怪物，我就不信你昆州还有人是他的对手。长老，不用太慌张。这东西是很大，可是它有太阳大吗？这东西是很大，可是它有太阳大吗？太阳，陈毅，你什么意思？突然提太阳做什么？花州的小东西，你们怕是又要失望。昆州子孙陈一，请上古大神后羿降临，护我昆州！小子，我才刚醒，你唤我是为何？外族入侵，毁我昆州土地，还请后羿大神神功救世。陈毅，你糊涂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拖大？你看看你这次召唤的又是什么人？一副野人的模样，你还指望他对付利维坦？对啊，陈毅，要不然你还是投降吧，不就是现在丢点脸吗？你不能为了自己的脸面而不顾昆州子民的死活。我陈毅何时辜负过你们？你们可知眼前之人有何等战绩？别说区区一只利维滩，就是太阳，他都射下过9个。疯了，疯了！这小子真是疯了！赶紧让他认输啊！别胡闹了！认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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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看吧，你的同胞们都劝你认输了，你还在坚持什么？还是说你真的以为凭你叫出来的这个野人能把利维通搞定？后羿大神，能解决吗？以后不要这种小玩意儿都来麻烦我出手，真的很丢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快让利维他动手！利维坦败了。太久没出手了，有些手生，这样就算解决了，对吧？多谢后羿大神。无所谓，举手之劳而已。再说这些蛮夷之地的魔物，杀了也好。利维坦也败了，怎么可能？完了，完了，我们要被赶出昆州了。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待在昆州？你们昆州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昆州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却能够拥有这片土地？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昆州的土地怎么了？因为昆州境外的所有土地全都被迷雾侵蚀，人类根本无法存活。陛下，您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已经查清楚了。昆州外的土地，人类无法存活。贾老，你说的是真的？陛下之前就有所猜测，便让我去查速前往边境，放出无人机查看，发现昆州境外根本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所以这就是你们一定要待在昆州，不断蚕食我们的原因。是啊，凭什么你们昆州这100年来连一位像样的英灵都没有，境内却不受那恐怖的迷雾影响，而我们的土地却要被不断蚕食，凭什么？没错。凭什么你们这么好运，实力薄弱，却能拥有最好的地方？你们守不住，那就不要怪我们。所以最后一局，你们还战吗？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成王败寇，我们不如你们，我们认了，我们认输。被挑战方认输，昆州5局全胜，获得昆州19州全部控制权。被挑战方将被强制送出昆州。5、4。等一下。不用将他们赶出昆州，将他们全部送到墨州吧。你什么意思？昆州境外无法生存，你们死有余辜，但你们的子民是无辜的。墨州贫瘠，你们就在那里劳作一辈子，偿还你们对昆州的罪行吧。谢谢。陈一，你在想什么呢？还不快回来了！你想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全球都被他们说的那迷雾影响，而我们昆州却安然无恙呢？还有我昆州的几千年历史，为何会突然消失？这些问题便由我来为你解答吧。丞相，
此乃昆仑镜100年前的真相，你一探便知。这是100年之前。来了。这迷雾，好大的死气！王母，北方道德天尊，东方元始天尊，南边的玉皇大帝都已经出手挡住迷雾了。不行，这些迷雾太过刁钻，只要有一丝的缝隙会清除而出，夺走方圆数十里的所有凡人的生命。那现在如何？天庭阵法可以解决吗？天庭阵法只能护住昆州1/5，其他的凡人怎么办？天尊有令，大劫到来，众生涂炭。我昆州众神英灵承凡间香火信仰1000载，当有作为。10息之后，本尊将自遂本源，化为9座石碑，镇守边关。什么？凡我昆州诸神英魂自愿舍身者，以神躯及历史存在痕迹一为一体，交筑神碑，建大阵，欲邪罪于关外，方可保万众无恙，天下太平。待100年后魂魄重聚，吾等众将回归，届时我昆州神威必将再振寰宇。诸位仙友，吾等100年后再会。所以，昆州历史断层，是因为英灵们将自身存在的痕迹都交筑给了神碑吗？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吗？3位天尊都束手无策。不，抵御这迷雾的办法有很多，但是这过程中凡人死伤必定无数。昆州可以没有我等诸神，但是不能没有亿万百姓。这是天尊陨落了。本宫为天地王母，应天尊诏令，愿自崩修为，佑我昆州子民万事平安。昆州北阴分都大帝应天尊诏令，愿自崩修为，佑昆州子民万事平安。昆州武圣关云长愿自崩修为，佑我昆州子民万事平安。昆州魔神吕奉向天尊诏令，愿自崩修为，佑我昆州子民万事平安。昆州3太子哪吒应天尊诏令，愿自崩修为，我昆州子民万事平安。我不要啊！那便是100年前昆州诸神英魂舍身化碑镇守边境的画面，也是为何昆州是现在唯一不受迷雾侵染的原因。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当然，否则你以为为何100年来昆州英灵不出？这100年来，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丞相，你不用悲伤，这是昆州100年前的历史，无法改变，而且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昆州先辈们自崩修为，化碑镇国，后辈子孙感激不尽。陈毅，你看，丞相，怎么了？天亮了，迷雾的源头尚未得知，但是如今100年已过，属于我们的时代也该回来了。老公，吃饭了，别写你的小说了。好，马上就过来。老婆，我来了。